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浣碧有个最大的特点，看不惯这个和看不惯那个。安陵容得宠，她觉得人家不配；宁贵人傲慢，她看不上人家那个轻狂样；孟静娴暗恋果郡王，她觉得人家痴心妄想。因为带着这些想法，浣碧经常得罪人而不自知，而且她永远都无法真正了解对方。这也是她婚后很快就落入下风的原因。本来她的先天条件比孟静娴占优势，可很快就被孟静娴翻盘。有一句话说，一旦我们认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想法就会变得片面。浣碧就是这样，总是自以为是的给别人下定论，所以想法也会片面。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，想法都片面了，自然无法知道别人全貌，斗不过别人，也就没什么奇怪了。在这一点上，甄嬛正好相反，对她说话夹枪带棒的人可不少，但她的情绪从来没有受过影响，也不会因为一句话不礼貌就觉得别人轻狂。戒掉情绪，更能看到深层的东西。甄嬛第一次和丽嫔打交道，就闹得不愉快。太监康禄海本来嫌甄嬛不得宠，才跑到丽嫔宫里，结果甄嬛得宠后，他又想回来，在御花园表达了自己想回来的意思。这事儿被丽嫔和曹贵人抓个正着。曹贵人说话是很礼貌的，但丽嫔就一副不太讲理的样子，冷嘲热讽地说甄嬛得了宠，就想挖她宫里的人，还当着甄嬛的面长康禄海的嘴。不得不说，丽嫔情商太低了，这不等于打甄嬛的脸吗？好歹人家是宠妃，也跟你解释了并没有此意，犯不着说话那么冲，好歹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嘛。但丽嫔明显被情绪裹挟，管不了那么多，所以该骂骂，该打打。如果是浣碧被这么对待，肯定要说，我就见不得她那轻狂样，以为皇上多宠她似的。但是甄嬛至始至终没有生气，一直微笑着，事后还说，我还挺喜欢丽嫔的性子，不藏着掖着。通过丽嫔一连串的语言和行为，她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而耿耿于怀，而是通过这些看出来丽嫔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这种人除了嘴上不饶人，其实没什么杀伤力，根本没必要理会。后来小允子装鬼吓人，专挑丽嫔，还不就是因为知道丽嫔其实是个很情绪化的人，而且没啥主见。但甄嬛吓丽嫔，不是因为讨厌丽嫔，而是为了把华妃拉下马。甄嬛第一次失宠后，长街受辱，被齐妃打了耳光，还在冷风里罚跪了2个时辰。复宠后，她狠狠报复了富察贵人，却放过了齐妃。也是因为通过一系列的言行已经知道，齐妃是个没主见的，只要没有人煽风点火，她就不会干坏事，没必要在她身上花心思。甄嬛从来不会因为对别人有意见，就想方设法报复。她清楚记得自己的目标，她要在后宫得宠步步高升，又不是要处处树敌。将军赶路，不追小兔。那些不影响自己目标的人，就算对她不礼貌，她也不会放在心上，更不会为了让自己爽，就花心思去报复这些人。她顶多当场怼回去。把精力用在重要的事情上，才能达到目标啊。甄嬛从甘露寺回宫后，第2天就差点从轿辇上摔下来，原因是有人在路上放了鹅卵石，很明显就是希望甄嬛滑倒流产。嫌疑人直指储秀宫，储秀宫住着2个人，一个是齐嫔，一个是新贵人。其实大家心里都认为这事是齐嫔干的，因为齐嫔一直对熹妃很不尊敬，又是个飞扬跋扈的性格，而且甄嬛父亲被流放，就是齐嫔父亲的功劳。新贵人正好相反，他和甄嬛没有仇。当初甄嬛因为纯元就医被罚禁足时，在御花园遇到新贵人和齐嫔，新贵人可是恭恭敬敬地行了礼，连方若姑姑都说新贵人是个实在人。所以怎么看这事儿，齐嫔嫌疑都比较大，而新贵人几乎不太有可能。但甄嬛没有因为齐嫔的跋扈以及她和自己的仇，就认定这事儿一定是她干的。她同样也怀疑新贵人。当新贵人有投靠的意愿时，她没有马上答应，而是拿出鹅卵石试探。这还不够，又偷偷找来之前碎玉轩的宫女佩儿，让佩儿留意新贵人和齐嫔的消息。她要掌握更多的信息，这样才能判断新贵人是否真心。整个过程中，
甄嬛是戒掉了个人喜恶的。单纯从喜恶上来讲，别说甄嬛了，是个人都讨厌齐嫔，更喜欢新贵人。但不能因为你讨厌某个人，就在心里认定坏事是他做的，也不能因为喜欢某个人，就认定这坏事没有他的份儿。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，但甄嬛做到了，这也是她最后能当太后，浣碧却连个孟静娴都搞不定的原因。个人喜恶会蒙住一个人的双眼，让人变得不客观，这是真实的人性。浣碧表现得很明显，甄嬛却压制了这份人性。齐嫔因为争宠，被甄嬛罚喝糙米薏仁汤后，气得在御花园大骂，正好被路过的甄嬛听到了。这事儿要是换了华妃，必定会好好惩罚齐嫔，已经身居高位了，还要被别人骂，怎么能忍？但甄嬛没有责罚，甚至没有生气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小心隔墙有耳。”四皇子觉得不能理解，甄嬛说：“永远不要为不值得的人和事浪费时间和心力。”这句话也说出了甄嬛的处事原则。齐嫔背后骂人，伤不了甄嬛，这么件小事也罚不了多狠，不如等她犯了大错一起罚，还能落得一个有格局的名声。也就是说，背后骂人，这是不值得的事儿，罚了他还显得自己小家子气，没必要浪费时间心力。而对于值得的人和事，甄嬛是愿意浪费时间心力的。第一次和宁贵人见面，宁贵人非常不礼貌，浣碧气得要命，梅姐姐也说最好不要搭理这个人，但甄嬛却挑了绿色的料子送给宁贵人。这事说明什么？说明浣碧在关注别人态度好不好，甄嬛在关注别人的喜好。关注别人态度的人被情绪裹挟，而关注别人喜好的人更容易把别人拉拢到自己阵营里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，宁贵人就是个最强辅助，他的态度蒙蔽了太多的人，只有甄嬛通过态度看到本质，说他是个至情至性之人。这种人一旦认定某个人，就会不惜一切帮忙。现在看《甄嬛传》，越来越发现甄嬛她身上真的有太多优点了，可惜啊，很多人犯了和浣碧一样的错，觉得她很绿茶，然后被情绪裹挟，把她贬得一无是处，再也看不到她的任何优点。这世上像浣碧的人多，像甄嬛的人少。我们常常因为别人的态度，别人的一句话，觉得被冒犯，然后给别人贴上各种标签，甚至陷入无止境的争斗中。胖妮觉得其实完全没必要。这世上人千千万万种，每个人的敏感点也不同，可能一句话在小斐看来稀松平常，在小翠看来就是越了界。一个眼神在小斐看来很正常，在小翠看来就是鄙视。你若为这些事儿计较，可能计较了半天，计较了个寂寞。就算有些话有些眼神是实实在在的越界和鄙视，我们也不用因此情绪失控，要始终记得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，跟这个人置气对我的目标有帮助还是有损害，这个人这件事儿值不值得我上心，理会他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。我讨厌的人就一定害我，我喜欢的人就一定不害我吗？想想这些问题，就知道如何对待小人了。不是让大家忍气吞声，而是要算个账，看值不值。甄嬛惩罚富察贵人时，看起来很没有必要，富察贵人不值得，但好处是杀鸡儆猴，既收了曹贵人，又震慑了齐妃和其他嫔妃。所以这事儿甄嬛做了。说到底还是要有个目标，而不仅仅是他让我不爽了，所以我要跟他斗。只要不被情绪裹挟，你就不会为身边有小人而苦恼。另外，不管你在哪个层级，都会遇到小人，所以永远别问为什么我身边小人这么多。人人皆会遇见小人，人人也都有可能成为小人。你不喜欢某个人，对他态度不够好，或者太累不想帮他忙，可能在他看来你就是小人。这么一想，是不是发现完全没必要因为小人而情绪失控呢？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